科冉去美国打的是什么比赛？什么是 AAU？ 它是美高比赛还是 U14 比赛？大家好，这里是 Telfair， 我们一起来挖掘真实励志有趣的篮球文化。你的点赞让我不停更新。AAU 业余运动联盟，简而言之，学生们在校外打的篮球比赛基本都可以称之为 AAU。在美国，学生们不仅可以参加校队的比赛，在校队比赛之余，他们还会参加校外的 AAU 球队，参加 AAU 的比赛，通过 AAU 比赛提高自己的水平，增加曝光度。很多未来的 NBA 球员虽然没有在同一所学校就读，但是 AAU 球队将他们聚集在了一起。德里克·罗斯和埃里克·戈登曾经在一支 AAU 球队中打球。多诺万·米切尔从小在纽约的 AAU 球队 Riverside 中打球，他的队友泰吉·洛姆如今成为了他在骑士队的队友。特雷昂与小迈克尔·波特在 AAU 球队 Mocan 中成为队友，他们一起捧起了全美第一的奖杯。而哈利·伯顿与泰勒·希罗在他们只有10岁的时候就成为了 AAU 球队的队友。随着 AAU 的发展，越来越多 NBA 球员也会选择成立自己的 AAU 球队。最近10年，卡梅隆·安东尼、克里斯·保罗、凯文·杜兰特、维斯布鲁克、保罗·乔治、布拉德利·比尔都组建了自己的球队。一些最近几年进入联盟的球员就是出自他们的 AAU 球队，比如科比·怀特就来自于克里斯·保罗的 CP3 训练营和球队，达里欧斯·加兰来自于比尔的球队 Bradley Beal Elite， 而杰伦·格林和麦肯恩来自于维斯布鲁克的 Team Why Not。2024年从 NBA 退役的布雷克·格里芬也与自己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师弟特雷昂一起组建了自己的 AAU 球队。AAU 比赛分为地区和全国的比赛，在全国性质的比赛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我们之前视频中经常介绍的 Nike EYBL，Nike Elite Youth Basketball League， 简称 Nike EYBL。它是耐克于2010年创办的 AAU 球队巡回赛，每一年 EYBL 有5站比赛，在前4站的常规赛之后，表现优异的球队会来到南卡州进行最终的 PGM 精英赛。这是17岁以下美高球员们最好的舞台，大量未来的 NBA 球员都通过 EYBL 将自己的名气带出了州外。2015年的杰森·塔图姆和哈里·加尔斯，2019年的凯德·坎尼安和杰伦·格林，2020年的保罗·班凯罗，这些未来的 NBA 球员都在 EYBL 与 PGM 中让自己名扬全美。为了对抗耐克的 EYBL，2013年阿迪达斯推出了自己的 AAU 巡回赛 Adidas Gauntlet。Adidas Gauntlet 的比赛同样诞生了很多高中生爆款集锦，也推出了很多知名的高中球员。2014年，丹尼斯·史密斯就通过 Gauntlet 的一系列比赛，成为了2016届全美最出名的高中生之一。2015年 ，Ronaldo Segu 让自己的名字被全美更多人知晓，他的名字甚至传到了大洋彼岸的中国，得到了拜佛小王子的绰号。2017年，西安威廉森在老 K 教练面前展示了自己可怕的天赋。2018年，杰伦·格林与凯里·沃克在 Adidas Gauntlet 的对决视频收获了接近200万的播放量。2020年 ，Adidas Gauntlet 更名为 Adidas 3SSB。在 Nike 和 Adidas 都纷纷推出自己的 AAU 巡回赛之后，2014年另一个运动品牌 Under Armour 也推出了他们自己的 AAU 赛事 Under Armour Association， 简称 UAA。2018年 UAA 成为了佐治亚的高中生安东尼·爱德华兹成名的舞台。2018年的暑假，安东尼·爱德华兹代表家乡的球队 Atlanta Express 参加了 UAA 的比赛，他比其他的孩子更强壮、更成熟。除了极为劲爆的身体素质，爱德华兹还交出了45%的3分命中率。2018年拉斯维加斯的 UAA 决赛，在前来观看的各位篮球名校教练面前，爱德华兹奉献了截至当时自己篮球生涯最棒的表现，他成为了 UAA 联盟的 MVP。比赛结束，爱德华兹生平第一次被球迷索要了签名，这是他第一次知道自己好像火了。2023年，渴望在篮球领域有所作为的 Puma 联合了 Next Pro Circuit， 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巡回赛 Puma Pro 16。Next Pro Circuit 分为 Pro 16和 Next League 2个级别。Pro 16由获得彪马赞助的顶级球队组成，而 Next League 则由争取晋升机会的球队组成。与其他3个巡回赛一样，赛季末联赛会根据球队的表现排名，顶级球队将晋级全国锦标赛，争夺冠军。2024年，哈利·伯顿官宣签约彪马的第一条广告，他穿着的球鞋就是 All Pro Nitro Elite Pro 16的配色。之前我们视频中提过的2025届5星级高中生 Chris Sinek 就参加了去年 Pro 16的比赛。2024年 ，New Balance 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 AAU 赛事 Prelude 38 League， 简称 P32。除了这些由运动品牌赞助的联赛之外，其他的 AAU 赛事也层出不穷。这其中 May Hoops 会将上述5个品牌赞助的球队聚集在一起展开混战，他们也已经在全美各地展开了自己的巡回赛。
AAU 的比赛基本都是在春季和夏季举办，这段时间正好是 NCAA 大学的休赛期，所以 AAU 比赛会吸引众多大学教练前来观赛和选拔人才。如果一名球员错过太多全国性质的 AAU 比赛或者品牌的训练营，那么他可能就失去了全国的曝光度，这对他的排名和评级非常不利。比如高中时期的哈利伯顿，虽然他率领自己的高中拿到威斯康星的州冠军，但是他的全国排名仍然只有3星和0星的边缘。虽然 AAU 的比赛越来越火爆，最近几年对于 AAU 的争议甚至是非议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人认为 AAU 过于密集的赛程导致 NBA 球员过早的受伤，有人认为 AAU 的组织者只注重比赛，并不要求球员训练，导致美国球员缺乏基本功，甚至有人认为 AAU 毁了 NBA 甚至是美国篮球文化。说回到柯冉，他参加的这支 AAU 球队名叫 China Elite， 他们即将受邀参加的 AAU 比赛就是 Puma 的 Pro 16。他的队友有之前我们视频中介绍的 Veritas Academy 校队的成员 Juan Hernandez 以及 Aram Soki， 他们是 Veritas 得分最高的2名球员。来自墨西哥的 Aram Soki 已经承诺加入保罗乔治的母校 Fresno State。理论上，在 AAU 的比赛中，柯冉有机会有不少优秀的美国高中球员交手。他会在比赛中交出什么样的表现？就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吧。